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， 欢迎来到 Z Channel。是的，今天是 Brand 树的第12期，也就是 Brand 树的完结篇。微小到分子，宏观到宇宙，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这样东西。当你以为探索这样工作是由科学家来进行的，那你就错了。科学家做的东西主要有4个，第一个就是观察所有的现象，然后第2个就是建立起一个假设，第3个设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所谓的假设，然后第4点从实验的结果得到一个总结。而其实当我们还是在婴儿时期的时候，我们就做着这件事情，我们不断的探索我们的周围，然后尝试对周围有一个假设，然后开始对这些假设进行不同的测试，最终得到一个结论。就好像小孩子丢东西啊，或者是把东西放进嘴巴等等的。在我们一出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脑已经装载了一些提前设置好的功能。打个比方，一个刚出生42分钟的婴儿，如果你对他伸出你的舌头，那他也极可能会跟你做出同样的动作，也就是伸出他的舌头。但是一个42分钟刚出生的婴儿，他其实并没有看过舌头这样东西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舌头。然而当他看着一个大人伸出舌头的时候，他会自然而然的跟着伸出他自己的舌头。而这些提前设置好的功能呢，更多主要的是让我们去探索我们周围的世界，然后通过与我们周围世界的互动而吸收更多的知识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成长。所以当一个婴儿到12岁的时候，基本上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，去知道那些物件的反应会如何。例如把一个东西往地上丢，它就会发出声响，然后让你很抓狂。而甚至到了18个月的时候，他们会不断的挑战大人的极限在哪里，因为这是他在实验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他会不断的去挑战你的底线，看你什么时候发脾气。而人类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，就是不断的去通过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来学习、来吸收知识，主要的就是依靠我们的。基本上我们的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是遍布我们的全脑，也就是说不管在视觉上、在听觉上等等的区域都好，我们都能够进行模仿，也就是通过不断的模仿，我们会测试以及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环境，然后得到一个总结，然后再把这个总结吸收起来，变成我们的蓝图。也就是为什么这5岁当中不断的接触、不断的学习更多的东西是很重要的，而且这也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好奇心。很多人会说，其实当我们越来越年长的时候，我们学习能力会下降，这并不是一个定律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不管在几岁的时候，都还有这个学习能力。因为我们脑的设计是有可展延性的，也就是说它一直有空间去产生新的神经元，然后让这些神经元产生连接以及巩固，从而学习新的知识。所以保持一个好奇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。对人类来说，当我们越好奇的时候，我们的学习能力会越快。就比如说你今天读这一本你没有兴趣的书，你会觉得很辛苦很难受，但是如果它是一本让你有兴趣的书或者文章的话，你会很享受那个过程。这一章节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这个镜像神经元，也就是当我们被设计的时候，其实与其让我们脑里面充满所有的知识，设计者把我们的脑袋设计为能够吸收知识的一个工具，也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就有学习能力。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力量，但我觉得学习是超能力，因为当你有学习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些知识的力量给吸收起来。而且因为这世界太复杂了，如果把所有的资讯一开始都先装入我们的脑里面的话，那就会有太多不需要的资讯在里面。所以设计者把我们的脑设计成我们只需要根据我们周围的环境、接触的环境去学习，那其实更有效于生存。
所以我觉得好奇心真的是推动人类去探索这个宇宙的奥秘，从最微小的分子一直到宏观的宇宙，我们都可以去涉及，可以去了解，这真的是取决于我们的好奇心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往往我们的好奇心都会被打断。例如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会喜欢尝试把一些电器拆开，但是我们就会被骂，再不然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就会被迫闭上我们的嘴巴，又或者是在学校求学过程当中，因为产生太多的压力或者是被迫的行为，导致我们对学习失去了热忱。就像我们在之前压力的影片提到的，其实当一个人处于压力的状态，他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以及学习的。因此，如果你今天是父母，又或者是一个教育者的话，或许你真的是可以尝试建立起一个允许小孩子去自由探索、接触世界的环境，让他们继续保持他们那颗好奇心。毕竟学习能力这样东西是非常珍贵的，一旦我们流失了它，那可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都会慢慢的对学习失去这个热忱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很开心的我已经把所有12期 Brainstorm 的视频都做完了。那希望这12期的视频对你有一些启发，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本身对我来说，这本书教会了我太多的东西，尤其是对人脑这样东西，让我有更深入的了解，知道如何去运用我们的脑袋。毕竟我们的脑是最强的，而如果不去使用这么强的一个设计，有一点浪费，不是吗？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，给更多人看到，同时你也可以订阅我的视频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